宇轩，在中国的华南已经降下了豪雨，导播我们直接看那个画面，这个画面吓死了，豪雨就算了，整个山崩都直接落下来。这在贵州哦，这个山崩只是一个冰山一角，因为它后面的是酿成至少有8个人死亡，而且多人失踪了。把照啊，中国啊，一年四季啊，到处各地啊都会有这种天然的灾害。但的这个你要讲说土石流啊，也我们讲根本没办法比，这根本就是山体滑坡了。为什么？你仔细看到啊，这是在一个叫大方县的地方，结果呢，这是我们讲的县道，整个山。跟呢我们讲固体一样哦，骨也拢转波拢帮落来。那你要想想看啊，冲到道路上啊，或冲到桥梁上啊，这危及到是用路人。对，但不是这样，你有没有看到底下还有民宅？根本没有办法闪啊！下面的一些年轻小伙子啊，一些小朋友啊，正在跑的过程当中，山就一边在崩，而且还不是只有一处崩，处处崩。所以你看啊，整个滑落之后呢，光秃秃的一片，整片你没有办法解释说为什么突然间崩成这样。当然他会跟你讲说，这是因为豪大雨连日啊降极端气候导致所造成的关系。但你不禁想到，各地频频都发生这种状况。他现在跟你讲说，目前呢大概是6栋哦，8户10余人受困啊。那目前累积大概我们讲的8名人性哦不幸的罹难。但我才不相信，为什么这么大规模的山害，而且底下明明呢就是有住人，对，所以这个8人到底是真实的数字还是假的，不知道。因为现在为止呢，贵州大概出动了整个消防总队啊，大概是5个支队以及整个指挥部高达67台车。210人，14支搜救犬，15套雷达生命感测器，在现场紧急救援。所以赵和啊，光靠这个救难的规模跟大小啊，我就不太相信。对，而且你想想看哦，它崩落的这个大概是多少？高低差大概390米哦，长大概我们讲的1040米，所以呢，整个滑坡是。将近快要1公里的山体直接就这样崩下来，对，而且厚度你不要以为说只有浅，不是10公尺的厚度，所以想要在这种状况之下啊，那根本就没有幸存的可能，因为你想啊，10公尺那个盖下去，那个重力加速度那是非常可怕，等于是被庞然大物直接撞到一样。但呢，无独有偶，在桂林呢龙胜县泗水乡这个地方呢，也一样。突然间呢，当地的那个水位啊开始慢慢的升高，然后呢就有桥梁开始被摧毁，然后呢与此同时呢，山洪爆发之后，有一些类似泥石流、土石流的东西夹带着我们讲从山上也好，爆水也好，把这些房屋一栋一栋的，所以是一间房子、一栋房子，你看那画面真的吓死人。倾泻下来之后，接下来整栋房子可能就倒掉了。坦白讲哦，你从这个事后的画面你去看哦，你分不清楚你原本到底盖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没有一个地是平坦的，对，而且全部都是泥土跟水流，所以你根本就分不清楚倒下来了。对，它整个地形地貌呢产生非常大幅度的改变，甚至有些呢房子没倒的，你知道吗？整个泥石全部都灌进去，我跟你讲，你也别想住了。而在下游的部分呢，因为有很多这种我们讲的人造的这种小型桥梁，而这些桥梁呢，原本是供乡民啊、里民啊做我们讲的移动方便使用，没想到也一座一座的直接被我们讲冲走了。甚至现场人员呢在救难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很多地方啊，车子翻的翻，房屋垮的垮。所以这种情况之下，因为你想想看，这种人口登记啊、户籍登记也不一定有那么精准，到底伤亡人数有多少呢？你也根本就搞不清楚，说不明白。宏观取材，厘清真相，犀利精准，深入剖析，时刻掌握关键，新闻时事不漏接。老时段，新气象，我是钟浩和，关键时刻2.0，全新出击。